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你从长长的梦境中醒来，揉揉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恍惚间却产生了不真实感。那梦中的记忆过于鲜明，体会的情感过于浓烈，连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，让你不禁开始怀疑，究竟是你终于离开梦境回到现实，还是这名为现实的景象才是一场幻梦？又或许你只是梦到了自己从梦中醒来。根据《根源物质管理条例》第22条，未知的数据之海库现物，就地收收。希娜是谁？醒了。维塔，怎么还没睡够？没想到我们的寻梦者还是个小瞌睡虫呢。头好痛，思维有些混乱。奇怪，我刚才是在这里吗？唉，带着记忆进入系统就会这样，无数次轮回的记忆混在一起，反而让你困惑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以前你没有记忆的时候呢。每次进入新的轮回都能很快进入状态，全身心投入到应该执行的目标里去。没办法，谁叫你才是故事的主人公呢？这个系统和你的工程模块深度绑定，所以才……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回到了欧夏，可是那里没有我要找的人，没有末日之矛，连陈学姐都变成了陌生人。她完全不认识我，还把我视作危险分子进行逮捕。我甚至能鲜明地记起来她怀疑的声音和手铐冰冷的触感。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好像不是梦。唉，好吧好吧，我承认是我干的。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陷入麻烦吧？根据常识，电子器械发生故障时，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重启。嘿嘿嘿，谁叫你一门心思去找别的，根本不肯好好听我的引导呢？早点完成任务，大家都轻松嘛，你说呢？那我所看到的残影，那些有关希娜的记忆，也是不存在的幻觉吗？如果连我都把它当成幻觉，它的存在不就彻底……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既然你如此坚持刨根问底，我能说的只有，继续寻找隐在的源头，才是接近这个世界的真相最近的道路。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能回答。恐怕短时间内，我都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更多信息了。Vita， 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好啦好啦，闲话差不多就到这里吧，是时候朝着我们的主线任务目标出发了。你瞧，到处都是一副阴沉沉的模样，影灾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决呢，抓紧时间动身吧。这里是狼丘，是希娜第一次和末日之矛发生共鸣的地方。
那个偶像没有末日之矛，但也许这里不一样。可能那里会有末日之矛，有希娜的线索，甚至他就在那里等我。我说，这位朋友，你没有忘记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吧？只有希娜能与末日之矛产生共鸣，所以顺着末日之矛，也许就能找到希娜。这个回答可不对哦。明明是你在德丽莎面前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解决隐灾，没想到你比我还擅长调皮捣蛋，我都有点甘拜下风了呢。奇怪，这种异样的执着明显不对劲。他在系统外的时候有这么着魔一样的偏执吗？还是说这也是系统的影响，轮回设定的一部分？舞台上的灵人注定无法逃脱命运的丝线吗？那么丝线的主人要被逼到什么地步才肯现身于此呢？这里距离高塔最近的路是穿过琥珀街。喂喂，不是吧？这个发展有点眼熟，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了。喂，你在听吗？不会有人在同一个坑里摔倒2次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希娜会在末日之矛那里吗？唉，真没办法，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也不得不采取点强硬手段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哦。希娜，希娜，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看到了，是那个方向。跟丢了吗？希娜！啊，叫我吗？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头还在隐隐作痛，可是必须去找希娜才行。预防隐灾秘籍，希娜，你到底在哪儿？麦麦说告诉我，你不是我的想象，对不对？何时是个头？我得快点找到你，我一定能找到你，我必须找到你，希娜，希娜迪亚。希娜，希娜，这里也没有末日之矛。希娜，是这个世界把你藏了起来吗？为什么连一点线索也不愿留给我？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你？我要怎样才能分辨哪边是梦？果然还是不行。已发现可疑目标，现在开始实施接触。这
陈学姐。哦，用这个称呼向我套近乎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看来你至少事先了解过我的情况。不过很抱歉，这没什么用。陈学姐为什么会在廊丘？怎么，和你踩点时的情报不一样？收回前言，你的准备工作不是很到位啊。不过很可惜，你没有重试一次的机会了。根据《廊丘安全管理条例》第22条，闯入禁地的危险分子，就地收容。头痛，又开始了。这次换成装病战术了，不用耍花招。像你这样自作聪明的人，我见多了。视线好模糊。哦，这家伙的脸色不太妙啊。警告：贸然接近嫌疑人存在较高风险。扫描结果显示，目标对象身体状况良好，不排除嫌疑人为了逃避责罚博取同情的可能。糟糕，一时撑不住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